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手相学的学问融合着古人的智慧，直到今日依旧博大精深。根据古人的汇总，也出现了吉利的手相和不吉利的手相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10大最吉祥的手相排名吧。第10，玉柱文。玉柱文从长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堂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性手掌上出现玉柱文，象征着财富与家庭责任。除了富裕之外，这种纹路还暗示着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能会负责管家、处理家务事务等。因此，民间俗称这种纹路为当家纹。有些玉柱纹可能不是很长，未能穿越整个手掌，但却与其他手相纹路，如天纹、人纹、地纹相交叉，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这就是所谓的 M 字纹。拥有 M 字纹的人通常具有高深的学识，或者是成功的创业者。这种手相象征着智慧和成功，预示着他们在事业或学术方面会有很好的发展和成就。因此，他们可能会在学术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或者成为商界的富豪和领袖人物。第9，星形纹。水星球上出现星形纹路，象征着横财运旺盛，主人往往会意外获得财富。这种纹路预示着不仅自身财富运势良好，还能够为子女的运势带来提升，为后代带来恩泽。因此，拥有星形纹路的人可能会在生活中频繁地遇到意外之财，无论是意外的奖金、遗产还是其他形式的不期而至的财富。同时，他们也可能会以自己的智慧和财富帮助子女在事业和财运上取得成功，成为家族中的财富之源和智慧导师。第8，直觉线。拥有直觉线的人天生灵敏过人，常常凭借着第6感在投机和决策之间游刃有余。这种直觉不仅让他们在复杂的世界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成为了他们偏财运强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潜意识和直觉常常能够捕捉到别人忽略的细微信号，从而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获得意外的财富。而在睡梦中或者清醒状态下突然闪现的灵感，更是他们成功的秘密武器。这些直觉的启示往往能够为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因此，拥有直觉线的人应该更加信任自己的直觉，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因为它往往是一条通往财富的捷径。第7，巽区隆起。在手掌的食指正对应的下方，生命线和智慧线合流的上方形成的区域被称为巽区，也被称为风头之位。这个区域在相学中被认为与财富和知名度有关。据说，这个区域越隆起，代表着个人的财运和知名度会更高。因此，有钱人的手上通常这个区域会更加凸起，而这个部位高耸的人往往也有着丰厚的财富。相学中认为，这个区域的高低可以用来判断个人的财富排行，因此人们常常会比较自己与他人的手相。然而，如果发现自己的巽区很高，但却没有相应的财富，不必担心，这并不意味着说法是错误的。相反，这可能是一个提示，表明你需要更加努力创业或者寻找财富的机会，才能将你的财富排行推进到前列。需要注意的是，亿万富翁的手上通常这个区域会非常隆起，这是因为这个区域被认为是祖宗风水之位。在风水学中，祖坟的位置和形式被认为与后代的命运和财富息息相关。因此，如果发现自己的巽区较为平坦，可以考虑移动祖坟的位置，以改善自己和家族的财富运势。第6，手财纹伸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如果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路，那就是所谓的手财纹。据相学信仰，这条线能够反映一个人一生的财富状况，是否能够发财，以及是否能够守财。手财纹越长，表示个人能够积累更多财富，并且有能力守住这些财富；而手财纹越短，则意味着个人的财富来源较少，或者不容易守住财富。那些手财纹伸长的人通常具备出色的理财能力，他们不仅懂得如何赚钱，还懂得如何守护自己的财富，善于管理金钱，因此他们往往能够积累可观的财富，成为富贵之人的手相之一。第5，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处形成的交叉纹，或是一些斜纹所组成的图案，比如三角形、菱形、钻石形或者类似钻石形的图案，都可以被归类为财富纹。在这些纹路中，方格纹或菱形纹被认为是最佳的财富纹，不管是水平还是垂直排列，纹路越多，则表示财富积累越多。这些纹路代表了一个人一生中蕴藏着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些人往往懂得如何理财，
能够通过自己的勤劳积累丰厚的财富。第四，三角纹。三角纹是手掌上由几条线条构成的三角形状，如果形状清晰且明显，通常被视为吉利的线纹，是手相中的良好征兆。当手掌上出现三角纹时，预示着事业会有所成就，并且能够积累财富。如果三角纹出现在感情线上，那么它代表着婚姻和感情方面会带来好的财运或财产。三角纹在手掌中经常出现，当它的形状规整、清晰而深刻时，往往被认为是吉利的象征，预示着持续的好运。第三，玉桂纹。玉桂纹是手相中一种重要的纹路，通常出现在手掌的前弓位置，并与事业线相交。这个纹路的出现预示着一个人将会遇到贵人的帮助和支持，从而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具有玉桂纹的人往往具备开朗、大方的性格，他们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他人相处融洽。这种积极的人际关系使得他们能够在事业上获得贵人的帮助，贵人的支持常常成为他们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贵人可以说是一种幸运。贵人可能是在工作场合结识的领导，同事，也可能是在社交活动中结识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无论是什么形式，这些贵人的出现都会给人带来机遇和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拥有玉桂纹的人可以放心，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期待着贵人的出现。他们的人生道路将因此而更加顺利，取得更大的成就。第二，太阳丘很丰隆。太阳丘在手相学中被视为财富和成功的象征，因此它与一个人的财富状况紧密相关。当太阳丘突出隆起时，这暗示着个人未来有望获得丰厚的财富，生活也将充满幸福和顺遂。人的手掌上有水星丘、木星丘、土星丘、太阳丘等丘位，而太阳丘的状态对财富和成功的预示尤为重要。如果太阳丘呈现塌陷的状态，这可能预示着个人在人生中难以取得富贵，财富状况可能较为困难。然而，当太阳丘凸起而高隆时，这表明个人未来可能会拥有巨大的财富。这样的人可能会经历财富和成功的巅峰，享受到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可能会在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就，财富也会随之而来，使他们的生活充满吉祥和如意。第一，断掌纹。断掌纹在手相学中被认为是一种稀有而吉祥的纹路，尤其是出现在男性手掌上。拥有断掌纹的人通常被认为在事业上会取得显著的成就，功名成就也会较高。此外，他们的命运中福禄、财运、金钱、财富等方面也非常顺利，这使得断掌纹被视为一种良好的手相。断掌纹的出现象征着个人能够克服困难和挑战，取得成功和成就。他们可能会在自己选择的领域内获得显著的地位和声望，赢得他人的尊敬和认可。在事业和社会地位上，他们往往能够迈出坚实的步伐，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目标。此外，断掌纹也暗示着个人在财务方面会有不错的运气和收益。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获得丰厚的财富，享受到物质生活上的丰盛和满足。这种财富往往是稳定和持久的，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安全和舒适的保障。除了手相学之外，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也是决定财运和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需要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不要盲目追求财富和成功，而是要注重积累经验和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综合素质。总之，无论是否拥有以上这些特征，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就一定能够迎接好运的到来。同时，也要时刻保持警醒和谨慎的态度，不要盲目投资和冒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祝愿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好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们说一下，当你五指并拢时有几个洞。看手相也能知道你的性格财运，除了看手纹之外，我们手指间的缝隙也可以看出来。伸出你的手，五指并拢有几个洞，测一测你一生性格与财运。祝大家开心发大财。A. 没有洞，你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性格成熟稳定，做事有条不紊，心思较为缜密。这样的人在婚姻是顾家的好男人，女人是持家有道的好女人。
财运，你属于积极上进的人，很会赚钱，不管任何环境变化下都会有旺盛的生命力来顺应变化，取得胜利，一生财运将会衣食无忧，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与才智在事业上有一番收获。如果从事演艺界或者是美容界等行业，更是无往不利，一生财运将大富大贵。第一个洞，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管束，所以此人思维比较活跃，经常会脑洞大开，并且愿意尝试，加上考虑周到和自身勤劳努力，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成功，其事业上也会越做越大。待朋友热情大方，通过帮助他人获得他人的赞赏、感激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存在。一旦被别人鄙视或者否定，内心会非常沮丧。财运，事业财运两不误，你有聪明的头脑和远大的理想，非常能吃苦，一心一意做事业，并且能够顺利成功，属富贵荣华之命。一生财运无需担忧，是富贵之相，但需担忧本身身体状况，可能会因为事业而累坏了身体。C 两个洞，喜欢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但是做事方面缺乏计划，总是走一步算一步。其实你却有着幽默话痨的属性，你对外的腼腆不过来源于性格的敏感自卑的一面。典型的无脾气，你总是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别人只要对你有所要求，你都会全力以赴，并且从来不抱怨。财运温和平顺，虽无大喜，却能一生无忧。你温和而慈祥，充满了爱心，追求尽善尽美，对于恶与丑深恶痛绝，对于困境中的人们能够无私地伸出援手，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第三个洞，性格开朗乐观，懂得享受生活，为人随和，不拘泥小节，性情温柔平和，缺乏自己的主见，常常为了避免冲突而失去了原则。对你来说，解决冲突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你愿意自己吃亏，也懒得去和他人争辩。财运富贵正直，属于积极上进的人，很会赚钱，不管任何环境的变化下，都可以以旺盛的生命力来顺应变化，取得胜利。财运亨通，一生衣食无忧。你高贵典雅，注重品质，追求有品质的生活，一辈子不为金钱发愁。以上是从数量上来说，接下来从具体上看一看，不同手指间的缝隙预示着什么。从五指间的缝隙看你今生有没有发财命。一、食指与中指，如果你发现你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有缝隙，说明你是一个很喜欢自由、崇尚自由的人，头脑活跃，做事灵活，勤劳积极，谨慎周密的人。这样的你，无论是在事业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幸福度比较高的人，而且能够成为领导人，事业发展好，财运旺盛。二、中指与无名指，中指与无名指之间是有间隙的人，说明你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你不喜欢拘束在一个地方，喜欢到处走走，喜欢自由奔放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缺乏计划、没有规划、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的人，那么你的一生也会被你这种思想毁坏，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要想事业有成，必须要改正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不然晚年光景不好。三、无名指与小指，无名指与小指之间有缝隙的人，说明你是一个自我的人，你很有自信，但是却有点过头，成为了自负。做事情你总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不听取被人的意见。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在事业上很难成功，很难取得一番成就。四、都有间隙，都有间隙的人，说明你是一个很积极乐观向上的人，很开放，很大度。但是你的开放和大度也都用在了金钱方面上，那就是挥霍无度了。这样的人不适合做理财，因为自制能力差，很容易漏财。五、都没有间隙，四个手指中都没有间隙的人，说明你是一个很成熟、很理智、遇事沉着冷静、思想保守传统的人，但是交际稍微有些差。不过这样的人却能把婚姻经营得很好，女性大多是贤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们说一下，手相不仅仅是看手掌的纹路、手的形状大小，手指的长短都对个人的运势有影响。每一根手指也代表着不同的方面。董一林老师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来告诉大家手指长短对你有何影响。
看完这篇文章，对照你自己的手指，看看你符合哪一条。大拇指薄厚，大拇指厚的人在钱财使用方面非常实在，不会将钱花在享受的方面，比如漂亮的衣服或者好吃的美食，在这些人眼中是极不实际的。这些人对生活要求简单，为人也非常务实，一是一，二是二，不会有太多心机。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对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拇指薄的正好和拇指厚的性格相反，这种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生活，具有神经质的特征。如果拇指又平又短，对于理财方面会比较谨慎保守，会给人一种优柔寡断的感觉。食指长，性格倔强，在手相学中，食指通常意味着支配欲和权力欲较强，所以食指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有脾气有性格。食指过长，性格比较偏倔强，这类人爱出风头，有点财大气粗的感觉，没有大事业，很难存住钱。这种类型的人赚得多，花的也多。中指短，中指是5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中指如果比较短，则是缺乏耐性和爱冲动。这些人一定要好好约束自己的情感，遇事爱冲动很容易造成使自己后悔的事。在理财投资方面也是盲从心态，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打算。无名指长，无名指大家都知道是已婚人士戴戒指的手指，无名指代表着一个人的才华、人缘和财富。无名指的长度仅次于中指，无名指过长的人将钱看得不是太重要，钱乃身外之物，这种人也比较喜欢赌博。这里说的赌博并不是大赌，而是喜欢比如打牌之类的赌博。他们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喜欢赌博的那种刺激，再加上不服输的性格。小指长，小指长的人语言表达能力很好，比较健谈，个性上也是比较强势，但是言多必失，容易得罪他人，和人结仇结怨的可能性比较大。语文的表达能力极佳，而且喜欢言谈，个性上很强势，不过缺点也在于言多必失，所以很容易因语言而得罪人，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也很大。相学上有一门功课是手相学，经过人们长时间的探讨研究，人们从手相学上研究出了一系列规律系统的相术。看手相看得最多的就是食指，仔细研究这食指里面还真蕴含着一系列奥秘。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食指看运气的简单诀窍。手指看人生命运。一、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资料，属于智慧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二、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指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的下决心，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济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的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三、食指弯曲，关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行内有句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手相中的神秘话题——财富纹，尤其是那些拥有钻石纹的人。据手相学的观点，拥有钻石纹的人注定与贫穷无缘，一生富得流油。让我们一同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钻石纹通常指的是手掌上出现的一种清晰而明显的纹路，其形状类似于钻石。根据手相学的解读，这种纹路预示着个体在财富方面将会有非常顺利的发展，一生中将经历丰盛的财富积累。这些人注定不会陷入贫穷的境地，而是将一辈子过上富裕的生活。
这种特殊的手相往往与财运的亨通和生活的繁荣相联系。手掌上的纹路被认为是个体命运的一部分，而钻石纹则象征着个体在财富方面拥有非常好的运势。这样的人可能会在事业、投资或其他经济活动中获得不俗的收益，轻松积累财富。需要注意的是，手相学虽然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但并非科学证实的领域，其解读主要是一种传统的信仰和观念。因此，对于钻石纹和其他手相特征的解读，人们应该保持理性思考，不可过于迷信。无论如何，这一古老的传统理论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探寻着人生财富之路的神秘奥秘。当然了，如果你的手上有着这神秘的钻石纹，那么恭喜你，你的一生将是富贵无忧的旅程。同时，那些没有钻石纹的人也不要伤心，因为人生本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但是后期动力不足；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却一直坚持，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财运上，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难，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那么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一生命线分支向手腕延伸，形成抛物线状的曲线。这一生命线的起点位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沿着手腕横纹呈现出分叉的趋势，并且分支向手腕方向延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被视为是越老越富贵的典型代表。尽管在早年可能经历了一些艰辛，但随着中年时期的到来，他们的财运将迎来上升，富贵之兆初露头角。晚年时则将迎来财运大幅增长，地位节节攀升，家庭关系也会呈现美满和睦之势。二手掌心呈现2条玉柱纹，这些玉柱纹是从手掌的上方贯穿到下方的纹路。一般而言，拥有1条玉柱纹已经相当不错，而拥有2条的人则更为稀有，尤其是其中1条直通中指，另1条直通食指。这样的手相预示着这个人将在晚年享有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将逐渐变得更加优越。这部分人通常在年轻时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做事显得毫无方向，可能有一些任性和随意的倾向，因此在早年可能显得平庸或一事无成。然而，到了50岁，这个年龄被认为是财运的分水岭。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和意识上迎来了质的飞跃，他们能够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吸引更多财富流向，最终在晚年时福禄大增，成为社会中的佼佼者。3拇指和无名指上呈现出斗的纹路，斗和簸箕是手指头上的一种特殊纹路，其中斗形状类似年轮，呈现出竖圈、臂和圆形的纹路。如果一个人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具有斗的纹路，那么他们在50岁之后获得财富的几率将大幅增加。而如果2只手都呈现出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在50岁之后，成功和财富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的思维意识有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形象地说，就像是花期较长，需要时间慢慢积累阅历和经验。有些人年少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拇指和无名指上有斗的人则需要在等待适当的时机，通过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迈向人生的巅峰。随着年龄的增加，财富运势也会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较晚爆发的一类人。4小拇指上出现1或2条直纹，中年时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直纹。这些直纹通常被称为运约纹。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显贵气，子女成就有成，无需过多担忧，晚年生活将会充满富足，子孙围绕身旁，富贵又安康。然而，如果小拇指上的直纹超过2条，也就是相理中所说的侧纹，尽管这类人聪明且事业有成就，但一生可能相对较为劳碌。到了晚年，他们可能难以享受悠闲时光，属于一生辛勤赚取财富的类型。建议在晚年时劳逸结合，注重身体健康。5事业线由浅变深，极线纹的起始点呈现浅薄的特征，但随着线纹的延伸逐渐增加深度。这种事业线展现了个人随着年龄增长，在工作方面能够获取更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的特质。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可能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遭遇挫折，导致财运低迷。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和个人能力会不断提升，使得个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财运逐渐显著提升。6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中，智慧线与事业线具有相同的起始点，凸显了个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而言，这种手相代表个人在35岁之后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取得更为出色的工作成绩。因此，即便在年轻时遭遇一些困难，也应该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相信随着年龄的增加，自己能够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7事业线与感情线相连，并超过终止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与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时，表明个人的事业运势与个人感情有一定关系。尤其是事业线朝着终止根部延伸，更加强调在感情未稳定之前很难取得出色的工作成就。这类人可能因为情感问题而面临变故，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只有在感情确定或者顺利结婚后，他们才能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机会。这种手相也暗示个人容易遇到有着旺夫或旺妻运势的另一半。点8，拇指上存在斗纹，即大拇指上呈现出类似漩涡一般的指纹，这表示个人在少年时期的运势相当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呈现簸箕纹路，那么最终的成功可能主要归功于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手相暗示个人在年轻时可能经历一段运势良好的时期，但真正的成就和成功更多的取决于成熟和经验的积累。9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即手掌上存在很多表示财富的纹路，这类人的财富较为丰富，通过自身的努力，他们有望成为富有的人。这样的人通常有多元化的赚钱渠道，能够在各个方面积累财富，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丰裕的生活。他们不仅给家人带来财富，还可能在事业方面提供帮助，成为家庭的骄傲。与此类人相处时，值得珍惜和感激。10手中有元宝形状的人，表示手掌上呈现出类似元宝形状的纹路，这意味着这个人的财运较好，能够积累丰富的财富。无论从事何种行业，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富有的人，主要因为他们具备出色的理财能力。在工作方面，他们常常表现得较为出色，能够发挥才能，努力之后能够使手中的财富逐渐增多，一生都不缺乏财富，让周围的人对其感到羡慕。11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1指节的人，这类人的财运方面相当不错。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将会享有更好的生活。这样的人非常重视家庭，经常为家庭付出很多，关心另一半的感受，因此他们通常能够得到家庭成员的宠爱，子女也会表现出很高的孝顺。在事业方面，他们有望取得很好的发展，家庭生活通常是幸福美满的。12智慧线长，即手掌中间那条纹路深长而清晰，这意味着个人的智慧线相对较长。一般而言，大多数人的智慧线较短，但如果智慧线深长，说明这个人具备出色的聪慧和思考能力。他们做事善于思考，谨慎而有计划，而且具备惊人的洞察力，能够发现其他人难以察觉的财富运势。然而，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往往因为过于谨慎而未能抓住赚钱的机会。大部分人在年轻时对财富的积累底气不足，不敢尝试风险较大的项目，只有等到年过半百，身上的负担减轻，才能大展拳脚。因此50岁之后，智慧线深长的人在财富上将展现出惊人的天赋。随着年龄增长，挣钱的机会也会愈发增多。13手掌厚，使掌心柔软且富有弹性，是富贵命的典型特征。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具备出色的财运，凭借聪明才智能够赚取丰厚的财富，其赚钱的能力非常强大。这样的人最终有望成为富豪，依靠头脑的聪慧，在事业和财富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手掌的厚实和柔软暗示着他们在财富运势上有坚实的基础，能够轻松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最终实现富贵繁荣的人生。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